冯弟，他去哪儿了？谁呀？唱歌的，Luke。没有人在台上唱歌啊！你是不是醉了？你还能继续吗？我喝不进去了，我想回去了。我说的唱一宿，不是唱一首啊。我家伙。哎，兄弟，不要冲动啊，不要冲动啊！怎么回事？你要干嘛？不要搞事情，不要搞事情。什么情况？女朋友？ Luke， 真的是你啊！你真的是有事啊？大妹，对，一女私交。Come on， 我们走吧。不行， Why 他工作还没有做完。 now？他在休假。什么工作啊？结案报告写完了吗？你就出来跑吧。结案报告没写完，你可以教我吗？可以，我送你。哎，可以啊！哎，什么？哎，来，人家去工作，来，喝酒。站好，正好，我去买个水，给你醒醒酒。我去买个水，给你醒醒酒。你成亲了是吧？你怎么凶起来也挺帅的？松手。你说，他们都说你嘴毒，但其实我觉得不是，你只是鸭子嘴，鸭子嘴，你知道吗？鸭子嘴给你长这样，没用的说明。我看一下。哎，就这样。我最近总是会梦见你，就是这样。梦见我什么呀？我梦见我训你。那你爸知道你这么蠢吗？腿刚好就喝酒。你不要小瞧我，我虽然走得很慢，但是我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看到没？你看到了没？看到了。再给你走，你看。哎，好，很踏实，很踏实，走吧。你家在哪儿啊？我不知道，我要睡觉了。你还疼不疼？我疼了。这是我舅你留下来的，在古代这样的话是要以身相许。跟我回家。上之桃，我没记错吧？是我，李总。来，赵小姐，全靠你。
才能促成这次合作。来，我敬你一个。李总，我其实不太会喝酒。做广告的哪有什么不会喝酒？再说了，喝酒只有喝与不喝，哪有什么不会喝的？来，尚小姐果然是女中豪杰。不知道你是哪里人？我是哈尔滨人。东北姑娘都是盘亮条顺的，尚小姐身上还有一股南方姑娘的气质，不知道有没有男朋友？李总，您看我像哪人呢？你我是北京人，我代表首都人民，我敬您一杯。来，这是哎，我来。弗罗拉，一会儿你还得回去写报告啊，得保持清醒。你要是耽误了工作，栾总要骂人的。对，李总，我一会儿还要回去写报告。林美现在都有提前离席的规矩了。来，不能走啊，弗洛拉。好，去听一下电话会议，对你的报告有帮助。好。电话不用接，短信不回。帮你满上。哦，好，谢谢。来，导演，敬您一杯。哎，好。你现在还挺怜香惜玉的。照顾好女士，是我们林美人的职责。陆克，陆米姐他们呢？送李总他们回去了。哦，陆克，今天谢谢您帮我挡酒。这次出差，我学到了很多。不会喝酒，就一口都不要喝，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干杯。好。那我来打车。走回去。3197。不用，穿着吧，我热。谢谢卢克。Flora， 下一次客户问你有没有男朋友，你打算怎么回答？我就实话实说，没有。所以你是想告诉他，他有机会。卢卡，你有女朋友吗？没有。所以您是想告诉我，我有机会？喝醉了就早点回去睡，梦里什么都有。
张瑶。怎么样？没想到吧？你怎么来了？干嘛？你不欢迎我啊？不是，我是说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你还说呢？要不是陈快年告诉我你来广州出差了，我压根都不知道。临时工作出差，时间很赶，明天就回去了。哎，我正好约了老陈喝酒，再去一趟，走。哎，我不去了，还有重要的工作。你要是喝酒的话，不能酒驾啊，让老陈或者你男朋友送你回去。这啥风景？我分手了。又分手了啊？干嘛呀？我跟你学的。你跟我学什么不好？为什么分手啊？哎，你这人怎么跟我爸似的，问东问西？你行了，你就忙你的吧。我跟你说啊，我下个月去北京，你无论如何得抽出时间陪我，知道吗？你回北京干嘛？干嘛？你不欢迎我啊？欢迎，等你回来给你接风。孤男寡女，深夜夜游珠江。淘淘，我觉得你跟你家领导啊，可能得发生点啥事。什么呀？你不是说他帮你挡酒，还给你解围，还把外套给你用了？那是因为他绅士。这个栾念帅，就是那种很不安分的帅吧，而且还身边又不缺女孩。也是，这种高质量精英男性身边肯定是少不了花团锦簇的。但你也别灰心啊，咱也不差的，你身材好，长得还美。好了，孙宇，我还要赶报告，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卢卡，抱歉啊，这么晚打扰您，谢谢您借给我衣服。你进来一下。啊不，您的房间我就不进了。这么晚了，让别人看见，怕解释不清，有损您的名誉。你是古代人吗？这个名字要给露米。你脑子在想什么？我怕你房间里有人不方便。你脑子里编排的我，不就是男盗女娼这些不合时宜的事吗？我没有。有编排我的时间，不如好好复盘一下自己的工作。职场只看结果，回去好好想一想，怎么能让自己进步。回去吧。我回去就复盘，然后发给您，您指导我。发给我干嘛？我是你导师吗？还不走？可以了，先生。谢谢。老大，对，可以哈。可以了，行了吗？谢谢。不客气。合作是谈成了，回去这方案又得求爷爷告奶奶。露露姐，我能做这次 PM 的副手吗？能啊，你行你上。Flora，咱们出差的那批款项的审批，你提醒 Luke 了吗？怎么还没批啊？我周一就要请款。我给他发了，他没回我。那你再催催他呢？不行你就给打个电话呗。行。
别怵啊，崔领导也是积累经验，靠你了啊，拜拜。陆哥您好，抱歉这么晚打扰您，有几件事情要跟您确定，另外需要您帮我批一个 OA 预算。付款着什么急？大半夜我批了，财务能给你付吗？感谢您，收教了，辛苦您。我回去就复盘，然后发给您，您指导我。还有需要我介入的工作吗？还有，但没那么着急。今天很晚了，就不打扰您休息了。陆克，是要留到明天打扰吗？有些文件放公司了，我怕您看不到。我现在就在公司，有什么工作需要我介入，一并说了。还有，广告的场地需要您确认，我发给您秘书了。那个周一我会跟客户对。哦，还有，这次广告申请的物料和预算使用进度也发给您了，需要您确认。明天你去找 Jack。那暂时没有别的事情了，抱歉，打扰您了。没事儿。那您辛苦了，祝您晚安。你还不挂？窃听呢？职场礼仪，领导先挂。职场礼仪？好，是我挂了。有耐心，也算是他的过人之处吧。你看都这个点了，还不让我下班？行，你先回去吧，电脑给我留下啊。好。长放鱼。
大晚上不睡觉，跑我家来干嘛？丽丽，这贺顿已经连续2天没理我了，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儿让他误会了？你最近不太对劲儿哎。我怎么不对劲儿了？大晚上不睡觉跑人家里来，就是因为他不理你。不是，我在担心我是不是做什么事儿让他不开心了？这没问题。那你不睡觉跑人家里来，这可不像普通同事干的事儿。无论是朋友还是同事，还是出于哪个角度，我就是不希望他不开心。哟，行吧，那我再帮你一次吧。米其林大餐啊。老贺，你怎么了？老贺，你怎么哭了？啊？你跟我说说嘛，怎么了？怎么了嘛？哎，老贺，贺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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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不想说话，现在你身体不舒服吗？没有，那我就几句话想说。我不想听。如果是我让你不开心了，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你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你别不开心行不行？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好吗？我们不再提了。跟我没关系，那跟谁有关系啊？贺顿，进去。你能不能别再叫我俊俊了？怎么了？俊俊根本不是我的小名。那为什么阿姨也叫你俊俊？俊俊是我弟弟的名字。我弟弟在8岁的时候已经死了。对不起，我才知道你还有一个弟弟，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要不然我才不会在这里跟你解释这么多。我早就走了。我只是希望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以后别再做让我困扰的事情了。你知道这座城市最多的是什么吗？是沙子。有一段时间啊，我特别喜欢去看海。其实看的也不是海，我就是喜欢在沙滩上呢戳几个洞，因为过不了多久，海浪就可以把这些洞给抹平。然后我就猜，这到底是第几个浪头才可以把这个洞给彻底的抹平？猜对了呢，我就请自己大吃一顿。谢谢你的安慰，但我想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感同身受这几个字。也许不能共情，反而是一种幸运。贺顿，如果你有一天呢，需要一个特别的听众，你就回个头，我一定在。俊俊应该是你的小名吧？
我也会这么叫你。哎，君君，你能离我远点吗？求你了。对不起，何顿，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如果是因为人与人的安全距离是1.2米，如果你一旦超越了的话，我会觉得你在威胁我。我做错事情，你告诉我，向你道歉。是我的问题。如果是我让你不开心了，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你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你别不开心行不行啊？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好吗？我们不再提了。谢谢你的安慰，但我想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感同身受这几个字。也许不能共情，反而是一种幸运。你没事吧？上次主任不是否决了老杨提出要求投资倾斜 AR 的事情了吗？怎么突然又提出？具体不清楚，不过这一次杨总带着市政官员考察来了。考察？哼，我看是背书吧。哎，对了，贺顿到了吗？早就到了。这个老杨知道自己吃定投资商，不死心啊。哼。你好，这边是海事云开心理救援。我很理解这让你感到很绝望。你能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吗？你觉得亲人的离开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里边呢是我们的热线办公室，我们有24小时监控。主任，丁处长，这位是我们自杀干预中心的部门负责人王老师。啊，丁处长好，你来的刚好。你好，赶快给处长介绍一下。好的。你好，能听见吗？你好，我这边是海事云开心理救援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想跳楼。你现在在哪里呢？你们不用来找我了。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必须要确认一下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否安全。我在楼顶。楼顶，在楼顶的哪个位置？能在哪儿？要跳楼的人在哪儿都危险。
好，我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咨询师，请您相信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可以帮到你。您给我打这通电话是想咨询哪方面的求助呢？我想自杀。是什么原因呢？我不想说。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我跟别人吵架了，但是话说起来很长。没关系，我有足够的耐心，并且想听你说下去。为什么第一遍问的时候他说不想回答，问他第二遍就回答了呢？丁处长，这就是我们 AI 智能分析技术的优势了。如果刚刚有我们的算法对来访者的声音进行情绪化分析，那就能够迅速地判断出从哪个问题着手是最合适的。丁处长，是这样，第一次问原因不回答很正常，因为来访者在来电之前可能预设到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从而开启心理防御机制。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选今天？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个时间？其实呢，是一个问题。但是咨询师增加了一层设问逻辑，当来访者进入逻辑思考的时候，就会降低情绪化，无意中就瓦解了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听你的声音应该还不到20岁吧？如果我有个弟弟妹妹，他们也许会遇到你这种无助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倾听他们，也许会好受的很多。你说对吗？你有时间吗？我们的热线是24小时的，我有充足的时间。不过在此之前，你需要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我们保持通话，才可以好好聊天，可以吗？开印已经到了啊！刚刚陈老师跟我说尤娜她的，你先别着急，我这正往学校拼命赶呢，先不跟你说了啊。队长，发现情况。陈老师，警察刚刚赶到。警察这么快？据说是自杀干预援助中心提前通知的警方。喂，喂，你好，这里是自杀干预中心，我是工号82号。什么？我说，请您记住我的工号82号就可以了。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呢？时间来不及了，我们长话短说。尤娜刚刚被劝下天台，现在正在前往器材室的路上，但我不确定她是否还有自杀冲动，或者她手上有没有拿到什么危险工具。您现在有办法帮她放一首她最喜欢的歌吗？我有多长时间？我到了。很好，我们保持安全就可以。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我？小哲不是我找人欺负的，东西也不是我偷的，他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我想跳下去，证明给他们看是他们错。我非常明白你现在的心情，因为他们的不信任，所以你觉得你不被理解、不被尊重，对吗？这样好不好？我们呢玩一个游戏，我们给你的自杀冲动打1个分，0分是没有任何冲动，100分是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刚刚你在天台上想自杀的冲动是多少分呢？95分。那么这个冲动已经是非常强烈了。可即便是这样，你还是没有完全放弃想要生存的意愿。让你不愿意舍弃生命的这5分是什么呢？
我想到了我爸爸妈妈，我想象不到他们看到我自杀会怎么样。赵老师，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我有多长时间？8分钟，最多8分钟。你想象一下，如果真的自杀以后，你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吗？而你的父母又会变成什么样呢？真正选择从高层跳下去的人，最后死后都会非常的后悔。巨大的冲击力使我们的骨骼穿透肌肉，还有皮肤，甚至连面目都很难分辨出来。来呀，干嘛了？快过来！靠太阳最近的地方，是不是叫天堂？哪里不用假装坚强，活得不慌不忙？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还迷失在路上？向另一个国度眺望，想重新活一场。你想到了你的父母，你不想让他们因此感到悲伤，对吗？那此时此刻，如果再给你的自杀冲动打一个分数，现在是多少分呢？20分吧。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自杀的样子。但是我还是很难过。我非常明白你的难过，我也希望可以更多的了解你，但请你相信，除了我之外，还有更多的人都想关心你。一会儿会有人敲门，门口来的是警察，不要担心，他们是来帮助你的。你能给他们开门吗？我非常开心你能给我打这通电话，这说明你还想跟别人进行情感交流。但是你的困惑，你的痛苦，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一通电话里完全疗愈，这需要你线下进行更加全面和系统的心理咨询，可以吗？谢谢警察叔叔。希望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要学会保护自己。当我们遇到情绪不可控制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要觉察。当我们觉察了自己的情绪以后，可以尝试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然后喊停。1、2、3、停。和一个
丁处长，您刚才提的几个问题，我们有请贺咨询师继续解答。王老师，丁处长，恕我直言，我们做项目的非常看重量化策略，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我们都会比较谨慎。对，像我们 AI 智能项目，其实就是把非常繁杂专业的工作和知识量化成可视的数据。有了 AI 智能化的危机干预，就能够解决过分依赖个人能力的困境。这样呢，就能够将心理咨询服务进行全面的市场化。王老师，据我了解，现在中心人员流动性非常大，是事实吧？咨询行业缺的是人，心理咨询师才是核心价值。之所以流动性大，是因为存在资金缺口。贺咨询师，那么我想请问，一个干预中心10几号人，一通电话需要排队40分钟以上才能接通，那能够服务的对象是不是很有限呢？再者，我们计算机是算法科学，而人呢都会有主观臆断。你就这么有自信，人能比电脑更科学，能比电脑算得更准确吗？杨总，我不否认 AI 智能的策略分析有数据性支撑的优越性，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危险边缘鲜活的生命。您就这么有信心，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通求助电话交给一个没血没肉的机器人来做咨询策略吗？这个情况，行了，都别这么紧张了啊！贺咨询师啊，我有点好奇啊，就是你最后提到的那个手术啊，真那么管用吗？认知神经学，我们人体右脑的前额皮质是引发欲望跟冲动的，然而我们左脑前额皮质与之相反，是可以控制情绪和欲望的。可当我们利用数数、增加提问逻辑、用特定的时间、打分等数理性的方式，这时可以增加我们左脑前额皮质的活跃性，从而唤起我们自身的自控力，还有理性思维。在学校呢？求助者在学校，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听到的。听到的。我回拨一下。啊。没有啊，哪儿有？杨总，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靠算法解决的。杨总，心理学是一门兼顾自然科学属性和社会科学属性的学科。我希望您的人工智能可以像我们一样，除了可以掌握理论，还可以懂人心，说人话。你骂谁呢你？这小丫头片子。哎，王老师，这个就是刚刚那位咨询师，全名叫贺顿。你看，旁边那位是他的导师姬教授。姬明松教授是我们心理学协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心理学学术界的权威啊。你们做老师的，千万得注意学生的情绪。哎，是，您教育的是。卢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第一步，自我觉察。他说，当人情绪失控的时候，察觉到情绪变化是控制自我的第一步。钱老师，我已经想好了，这周的广播作业就做这个，名字叫《失控自我》，怎么样？卢娜，你真的没事了？嗯，我想通了。就算康老师躲着我，我也不会怪他。他不是躲着你，他来找我代课，是因为他要忙着结婚的事儿。我知道。那你呢，秦老师？你相信我吗？